办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3尺，我把它挖出来。反正他们3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寄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我讲。杜坤，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讲什么呀？说齐焕生？说什么？我不认识。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我歌舞厅？是。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不认识。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8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就算是同一届，8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认识。怎么认识的？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在哪里？在他家里。和谁？我自己。哪一天？谁可以作证？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一共去了几次？1次。1次就进人家卧室，啊？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头一次进人家，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绝对是不干。你刚有声先停。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喂，秦爸。秦总。怎么样？你们那个新策掌握的怎么样了？应该可以吧？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秦总啊。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3个人，都是女的，带2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好嘞，再见，晚上见。好。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了，你俩赶紧收拾，带2套设备啊。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哦。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不认识。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8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就算是同一届，8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秦爸，秦队，秦总，坐。哎呀，来了，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听专家的。好的。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听专家的，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好的啊，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好啊，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重点是枪。明白。好。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新测的？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那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他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你们好。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不紧张。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谢谢你。给你站起来，双手打开。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上仪器，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也非常的还有就是他这么做它不会对你能的够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知道了。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你是不是杜坤？是。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是。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是证书吗？不知道。是存折吗？不知道。是珠宝吗？不知道。是黄金吗？不知道。是纪念币？不知道。是现金？不知道。你是汉族人吗？是。你是杜坤吗？是。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不知道。是绳子吗？不知道。是菜刀吗？不知道。是砖头吗？不知道。是匕首吗？不知道。是铁锤吗？不知道。是手枪吗？不知道。你是汉族人吗？是。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为什么？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不然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可以。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3轮，现在我们已经问了2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那就继续吧。你是杜坤吗？是。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不知道。是绳子吗？不知道。是菜刀吗？不知道。是砖头吗？他不敢了。不知道。是匕首吗？他不敢再动了。不知道。是铁锤吗？不知道。是手枪吗？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是。你是杜坤吗？是。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在家里？不知道。在办公室里？不知道。在山上？不知道。在水里？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不知道。不是。看一下吧，我相信你能看懂。你是叫杜坤吗？是。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不知道。是纪念币吗？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不知道。是手枪吗？不知道。手枪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在水里吗？不知道。重复我上一个问题。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对。你别问了，不辞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5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水江里面了。测试结束。小平，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编题一绝，
姚杰，你别小看他，他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他，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他撂了呢？最后，对啊，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询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对，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其实我们第3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我贪功了，很好，很好。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我没眨呀，没眨呀。坚持住啊，坚持住！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明白。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亚秋，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好。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5、6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2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为什么盯上齐焕生？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不要吹了，走。本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齐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
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怎么盯上邱行长呢？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假的。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2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爸妈，你们别伤害我孩子！不要伤害我女儿！老实点！你们有什么？老实点！你们随便拿。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啊！过来！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2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
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带过去。是这里吗？好好辨认一下。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弹匣和子弹呢？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带走，带走，带走。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对的嘛。下决心吧，爸。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就是1000人也得干。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还可以嘛，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就是的。可以可以。
杨兄，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拉网式排查，一个一个的找，就是找不到啊！行，我想办法。好，好，接着干啊！继续，继续。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任听，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1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好，谢谢袁听。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10几天还要下雨。青树乡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处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喽。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喂，同志们，你们再抓点紧！12点钟，上游水电站要放水，我们能不能在水到之前把枪找到，好不好？干活，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我找到手枪了，我找到了。看一下，生锈了，看不到枪号。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磨一下。
着脚步走过山与河，走过泥泞沼泽，让一切故事从头说。是沉默，还是沉默？谁留下那一束光，游弋在无边夜色？风在吹，就在此刻，谁寻找那一束光，拼凑着月色斑驳？